好消息，花花和叶终于又能生活在一起了。相亲相爱的姐妹花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要知道，梁小芝前段时间因为互殴被基地强制性分居，好不容易同时出外场上班后，又被告知还有整整10天的考察期。若花花和叶再次争抢地盘，还是阻碍不了他们分开的命运。正当姨姨们为此担心不已的时候，姐妹俩的关心却突飞猛进的好。或许是因为分开过一段时间，两个小家伙一个比一个珍惜对方。没有安全感的花花整天找妹妹贴贴，一言不合就靠在叶子背上擦鼻涕和口水。此时的小叶子害怕极了，内心 OS 姐我把你放心上，你拿我当抹布。梁小芝虽然还有打打闹闹的娱乐活动，可和叶都把水放到太平洋去了。明明自己才是武力值最强的，可她被姐姐狂扇好几个巴掌都不还手。这小妞甚至趁着打架的机会，猝不及防的亲姐姐一口，还要捧着对方的大脸盘子，简直就是熊猫圈的霸道总裁。懂事的荷叶一直都很照顾姐姐，即便被对方咬脖子狂拽熊皮大衣，宝贝也只是任由对方本。她甚至还是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这小妞还时刻关注着大头姐，听到姨姨们蛐蛐花花爬树的时候，荷叶立马扭头找姐姐，这是害怕对方一不小心摔倒吗？当花花坐木架上发呆时，叶子也会第一时间陪姐姐玩耍，一个劲用大脑袋蹭着对方。霸王花都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拍拍老妹你低调点，而花花就更依赖妹妹了，大热天也要抱着荷叶贴贴停不下来。眼见对方受不了一走了之，局长还要跟上去继续求抱抱。还有姐妹俩在内舍休息的时候，花花还会依偎在叶子怀里，知道的是姐妹关系，不知道还以为熊猫妈妈带仔仔现场呢。看似不成熟黏熊的花花，看到妹妹抢笋却乖乖让给对方，目睹荷叶被游客欺负后，也会第一时间将对方护在怀里，主动承担起她身为姐姐的责任。事实上，姐妹俩小时候关系就很好，有次其他糯米团子都已经呼呼大睡了，身为午睡战神的花花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她看到奶爸鬼鬼祟祟的样子后，立马将荷叶护在下面，像是在说你休想偷走我的妹妹。一向调皮的荷叶直接把姐姐当靠，被做肚皮的花花也没推开妹妹，感觉他们无时无刻都要腻歪在一起。这下终于理解梁小芝为什么会通过评估了，毕竟花花和叶可是从小好到大的姐妹花。但萌兰在每个阶段都遇到了真心待她的饲养员，难怪萌儿能成为阳光开朗大男孩。婴幼儿时期，萌兰遇到江左梅梅，虽然没奶妈越熊无数，但还是最爱嘛。这小子的初吻就是被她夺走的。亲个。当萌兰干坏事被发现的时候，梅奶妈嘴上吐槽着孩子，却忍不住满脸宠溺抱着萌儿。玩娃娃不准去。并且奶妈还教给她很多技能。萌兰在她这里学会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紧紧拥抱，越狱翻墙也是江左梅梅手把手教的。而眼镜奶爸同样也很宠萌兰，收个猫也要拉着小家伙学习走路，简直就是将萌兰当成儿子宠爱。三图奶爸宠娃就更过分了，恨不得整天把好蛋儿抱在怀里，萌兰就这样一动不动，心甘情愿地接受奶爸的咸猪手。他甚至会为了萌兰化身卑微小弟，上一秒还在当保镖的他，看到萌萌小手一挥后就立马躲开，生怕挡住未来顶流的镜头。如果说三图奶爸和他默契十足，那发姑奶爸一定是这小子的真爱。这个阶段的萌兰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已经对饲养员有了很强的占有欲。当奶爸和其他小熊互动时，吃飞醋的萌萌立马冲上来贴贴，即便是对方给庆小洗澡，被他发现后也得凑上前帮奶爸搓澡。内心 OS 我要守住心上熊的地位。这小子还将从没奶妈那里学来的贴贴大法用在奶爸身上，一言不合就紧紧搂住，对方都快被好大儿压到窒息了。即便父子俩相处时间不短，可他们都是对方心中最美好的回忆。时至今日，发姑奶爸还在想孩子，这整个生活应该说都被萌兰给填满了。不过为萌兰付出最多的还得是和奶爸。这时的他患有严重的骨髓炎，幸运的是宝贝在黑暗生活中遇到一道光。萌儿生病时下巴红肿，可基地又刚好正值笋季不提供竹子。奶爸看到孩子难以下咽后，直接趁休假期间去山上砍竹子。虽然因违反基地规定被通报和扣除奖金，但看到萌儿吃得开心，他便毫无怨言。就连萌兰平日里吃的苹果，都是和奶爸细心的切成小细块。宝贝过1周岁生日时，基地没有为孩子准备豪华蛋糕，可奶爸就在第2年给好蛋儿安排上，还站在门口满眼爱意注视着对方。等到萌儿稍大一些，就回到北洞和他们一家子熊团聚。不管是爱屋及乌的徐老爷，还是把他当儿子的季奶爸和李奶爸，他们都是对萌兰百般照顾。宝贝还有了自己的专属陪玩，同样幼稚的木叔奶爸和帅奶爸还整天去外场陪着小子玩呢。难怪都说萌兰性格开朗治愈人心，这小子可是在爱里长大的熊猫。看到圆圆不吵不闹配合饲养员做 B 超，才发现大熊猫究竟有多通人性。这天奶爸奶妈发现圆圆出现孕期反应，为了确认闺女是否真的怀孕，饲养员们决定给她做 B 超检查。本以为给圆圆剃腹部毛发时她会不配合，没想到的是圆圆听到哨声立马躺下配合，即便剃毛的过程中不舒服，圆圆也只是抬头看一眼信任的奶爸奶妈，压根就没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。正因为奶爸足够爱圆圆，才换来对方无条件的信任。
虽然做完 B 超后发现闹了个乌龙，但等到闺女真正生产之际，整个熊猫馆的饲养员都为她提心吊胆。孕期反应令圆圆坐立不安，原本活泼爱玩的她只能蜷缩在小角落，紧紧抓着栏杆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疼痛。看到闺女焦躁不安的样子，饲养员们心疼坏了，可他们无法干预熊猫生产的过程，奶妈只好拿来毛巾给圆圆擦拭身体，而奶爸也亲手投喂蜂蜜。为了让即将生产的宝贝闺女补充精力，在奶爸奶妈的一番忙碌下，圆圆终于能缓解疼痛，也不再焦虑。没多久便生下了熊猫宝宝。幼崽伴随着啼哭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可惜圆圆看到孩子太激动，一不小心弄伤对方，饲养员只好带走小家伙去人工喂养，而圆圆就眼睁睁看着幼崽被带走。因为他主动信任奶爸奶妈，相信对方能照顾好他的熊猫宝宝。不仅如此，奶爸来挤母乳的时候，这小妞也是乖乖配合，没有做出任何抗拒不高兴的举动。然而奶爸奶妈也没有让圆圆失望，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，小家伙不仅伤势完好如初，体格也一点点变大，看起来很是强壮。为了不让圆圆担心自己孩子，饲养员第一时间将熊猫宝宝送回产房，小家伙一路上都在嘤嘤叫。房间的圆圆像是感受到孩子的呼唤，紧张的来回踱步等待对方。细心的奶妈生怕圆圆不记得幼崽，还特意隔着铁丝网让母女俩交流，确认熊猫妈妈没有攻击行为，才打开门亲手将熊猫宝宝还给圆圆。她看到许久未见的小家伙后，小心翼翼地将对方搂在怀里贴贴。幼崽也终于体会到什么是母爱，能肆无忌惮地趴在妈妈身上喝奶。或许是因为母女俩刚刚重逢，圆圆太过激动，不吃不喝也要奶孩子。饲养员只好商量着和闺女轮班照顾。明知道圆圆会主动交出幼崽，可奶爸奶妈还是拿来蜂蜜水投喂。难怪圆圆能这么信任饲养员，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真心。自家终于遇到满眼都是他的饲养员。原来爱真的能治愈一切不幸的过往。前几天是思佳公主18岁的生日会，奶爸奶妈直接用鲜花铺路，给了宝贝闺女满满的仪式感。豪华水果蛋糕更是大到离谱，本以为基地熊猫过生日是天花板了，没想到他的蛋糕足足大了好几倍。隔壁目睹全程的佑佑弟弟都被馋哭了，只能说东北重女轻男体现在方方面面。思佳路过鲜花蛋糕后，一屁股坐在蛋糕上扒拉，恃宠而骄的他没有胃口也要捣蛋。看来公主对大场面见怪不怪了，毕竟思佳每年都能收到大惊喜，除了超大号水果蛋糕外，玫瑰花束和公主城堡也要安排上，就连过个中秋节、七夕节也有礼物。并且奶爸是打心底里喜欢思佳，他看向宝贝闺女的眼神都藏不住爱意。这天本想去干活的奶爸路过院子，一看到思佳甜甜的笑容就忍不住上前。此时的奶爸只顾得上宠溺傻笑，打扫卫生的事儿全都被他抛在脑后了，其他饲养员投喂都是扔给孩子。唯独思佳的奶爸明知道熊猫爪子锋利，还要冒着被攻击的风险亲手投喂。思佳刚拿到窝窝头没来得及吃，他就立马送上来一大块包好的笋笋。奶爸为闺女示温柔的动作，也足以证明他有多爱自己的公主。有时思佳只是靠近一下小窗口，奶爸就忍不住伸出手摸头纱，感受到爱意的公主直接笑开了花。东北奶爸宠娃真的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当思佳的后背痒痒的时候，公主压根就不用直接动手，自然由奶爸上手帮闺女按摩挠痒痒。而在奶爸眼中，自家闺女也永远是最完美的，天生的笑脸，感觉做什么都在笑着，有时候自己玩个东西玩疯了都还在笑。谁敢相信受尽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思佳还有一段破碎的记忆？当时的她搬家到云南野生动物园，熊猫怕热，压根就不适应南方的天气，满身毛的公主也因此脱毛，患上皮肤病。即便如此，园方也不肯装空调，宝贝被迫只能趴在风扇底下降温。要知道基地的熊猫都是模仿野生环境，滚滚们的圈舍之间都隔着很远的距离，可思佳每天都要听着噪音，因为她旁边就是人群嘈杂的小卖部。可园方依旧是视而不见的态度。在吃方面，思佳更是没一点国宝的样子，不是干枯发黄的竹子，就是不新鲜发霉的苹果胡萝卜，直接导致宝贝的体内有20多条寄生虫。还好思佳遇到软得慈干妈，对方不断发声才能拯救她摆脱现状，亲手交到东北奶爸的手中。遇到善良的软干妈和东北奶爸，也许就是思佳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吧。只希望微笑公主能一直这么开心。果然撒娇小熊最好命。福宝用打滚拿捏许奶爸屡试不爽，明知道奶爸禁止他打滚，小福还明知故犯。只见他打完滚，四脚朝天躺在那里，像是在说小徐这是最后的机会。还没等福猪猪反应过来，小卖部就惊现一个大笋笋。只能说徐奶爸不让闺女打滚也是煞费苦心。众所周知，老徐收个猫比登天都难。福宝刚到家的时候还给奶爸几分薄面，看了对方一眼就继续上班营业。可如今的福宝懒得搭理他了，不管公主在干什么，只要听到奶爸的声音就上演1秒入睡，即便老徐用美食诱惑也不管用。公主这是生怕老徐没热搜，隔三差五就把对方挂在网上晾着。只能说对于恃宠而骄的熊孩子，徐奶爸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毕竟公主病就是他惯出来的。当福宝顶着大太阳坚持营业时，
身为老父亲的他可不忍心，不是隔着小窗口喊闺女回家睡觉，就是拿着水管陪对方玩水。从福宝满脸的笑容就知道有多开心了。不仅如此，奶爸还很尊重闺女，即便去外场加餐个损损，也要特意来到门口争取福宝同意。看到对方点头后，才摆在餐桌上。老徐还是个重女轻男的奶爸，虽然照顾福宝的时间最短，可他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闺女，就连喊隔壁医保大叔的时候，都会一不小心错喊成福宝名字。一半。叫错名字的老徐非但没道歉，还明目张胆的溺爱自家闺女，直接用吐槽医保年纪大来衬托福宝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。这个家伙的话，都可以当福宝的爷爷的年纪。而草呵呵每天都被他的大嗓门叫醒，可老徐喊福公主起床的时候，却多了个投喂小苹果的动作，就连喊起床的语气也比刚才宠溺多了。敢吃啊？起来吧。哟，可没睡醒。都知道奶爸是因为社恐去养熊猫，自从他接手照顾福猪猪后，采访时眼睛都没睁开过，看到闺女的粉丝更是躲得远远的。不过一到夸闺女的场合，老徐就是最唠叨的。现在对四川话还是有反应的，因为他叫他肯定有事儿要发生，一般叫他之后就是吃，他会和吃挂上关系，就是这种条件反射嘛。其实还是蛮聪明的一只熊。正如奶爸所说，福宝智商超群，他又怎么能不明白老徐的宠呢？难怪这小妞会这么恃宠而骄。